今天讲一部超经典的高分悬疑片《鬼打墙》，它没有刻意吓人的惊悚桥段，但所展现的剧情却是让人拍案叫绝。故事开始，这个怀有身孕的女人已经走了很久，可她始终都没有找到出口。就在这万分绝望之际，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间小木屋，情急之下闯进去查看，里面不仅没有人影，而且布置的也十分简陋。或许是肚子实在太饿，她下意识地开始翻找起食物。正在这时，木屋的主人回来，所幸并没有察觉到女人的存在，而女人也聪明地藏到了床底下。等到对方拿着斧头离开，女人趁机逃出了木屋，可她没跑几步就被男人堵住了去路。女人惊吓转身，却被地上的树枝绊倒。待到她回过神来，男人已经手持斧头站在了身后。本以为接下来的画面会很血腥，然而男人却帮忙捡起了鞋子，很显然他没有想攻击的意思。Let me help you. I have a first aid kit inside. 来到暂住的小木屋，男人帮女人处理了伤口，还得知了她的名字叫丽莎。丽莎说她和丈夫昨天路过时车子抛锚，由于丈夫去找加油站迟迟未归，所以她才不得已进入了森林。自称叫做汤姆的男人听后若有所思，然后说自己也是车子抛锚来的这里，而且已经被困好几天了。令人诡异的是，这片森林不管怎么走都找不到出口，兜兜转转总会回到这间小木屋。这些话让丽莎感到害怕，她想出去继续寻找丈夫。汤姆说现在的天气非常冷，如果待在外面一定会很危险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先住下来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丽莎决定先回去看看丈夫是否已经回来。热心的汤姆也跟着一同来到了现场，在确认车子彻底没油后，他在附近做了一个指示牌。丽莎则用纸笔给丈夫留了言，随后两人带上车上的毯子回去了。夜幕很快降临，汤姆和丽莎在木屋内生火取暖，然后安然地度过了一夜。第二天，汤姆来到自己车子抛锚的地方，他想将汽油吸出来给丽莎使用，这样大家都可以尽早离开。然而当他取完油回去的时候，突然的一声枪响直接将他吓得摔倒在了地上，汽油也因此被洒落一空。看来森林里还有其他人，而且对方手里还有枪。汤姆不敢多做逗留，决定先回到木屋再说。与此同时，丽莎也听到了枪响，出来后却看见地上趴着一个女人，顾不上想太多，把她拖进房间，并用炉火很快将其唤醒。女人苏醒后疑惑自己所处的环境，随即捡了一个木棍防身。丽莎不知道她在说什么，只好将这里的情况讲了一遍。女人听后渐渐冷静下来，并自我介绍说名叫朱棣。正在这时，汤姆赶了回来，看到有陌生人后立即询问他是谁。朱棣起申报了自己的名字，并反问对方又是谁。汤姆没有作答，而是让丽莎注意点外面，理由是通过枪声推测可能有危险。朱棣被男人的无视激怒，然后口出狂言说汤姆是个变态，他和丽莎被困这里肯定是男人在搞鬼。汤姆也不废话，直接说要么留下来乖乖听话，要么现在就滚出去。听到外面冷飕飕的寒风，朱棣选择了闭嘴。第三天，汤姆再次出去寻找出路，并沿路在树上做下了标记。丽莎和朱棣坐在木屋外等待，然后很自然地聊起了天。可这一聊却聊出了问题。丽莎说这里是美国的南部，而朱棣则说这里是美国的北部。两人所说的位置相距了几千公里，又怎么可能会相遇到一起呢？此时的汤姆返回了木屋，当得知丽莎和朱棣的争论后，汤姆也懵了，因为他一直认为这里是美国的西部。这下好了，三个不同地方相差甚远的人，为何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里呢？而这里又到底是哪里呢？他们越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，于是决定不能坐以待毙。加上现有的食物即将耗尽，汤姆提议一起到外面再寻出路。可他们还没行走多远，朱棣却被什么东西绊倒，同时身上的一沓钞票掉了出来。汤姆好奇地询问哪来的这么多钱，而朱棣则嘟囔着不愿作答。仔细查看地上的情况，是落叶掩盖的一扇铁门。汤姆抡起斧子砸开上面的锁，打开后却发现下面有个通道。等到三个人走进去观察，这里竟然是个标准的防空洞。看到陈列的罐头和葡萄酒，几个人知道食物算是有了着落。这时丽莎发现了新情况，防空洞里的所有提示都是德语。摊开德语版的地图一番研究，可以断定这里属于二战时期的德国波兰。这一说法让大家惊讶不已，明明这片森林属于美国，可为何变成了德国呢？朱棣询问丽莎为什么会懂德语，丽莎则说自己的父亲是名德国人，不过后来死在了战场上，再然后母亲改嫁给美国人，所以才懂得了两种语言。听到这里的朱棣有些感同身受，因为他的父亲也是死在了战场上，而且自己也是个孤儿。随后几个人不敢停留，继续上路，可刚走出来就看到了不远处的木屋，这显然不符合逻辑。明明出发时走的是直线，但是为什么又绕回来了呢？没有办法再次回到木屋，大家开始探讨起问题的根源。汤姆先说了自己的情况，原来他的父母都是罪犯，自己出生后母亲就被执行了死刑，之后他便成了一个孤儿。这次路过是要去看望一个朋友，却不料因为车子抛锚来到了这里，或许是谈到了伤心处。汤姆闷了一口老酒，然后说出去方便一下。汤姆的话让两个女人震惊，想不到他们巧了都是孤儿的身份。这时丽莎想看朱棣的钞票，因为她从未见过这么多钱，朱棣想都没想丢了过去。
然后讲述起自己的来历。原来朱棣昏迷前正在和男友抢劫超市，而收银员则不慌不忙说了一句话：你本可以拥有完美人生，但你却没有珍惜。眼见对方不配合的朱棣直接扣动扳机，紧接着一道闪光将他带到了这里。丽莎听完觉得朱棣在开玩笑，并调侃他抢劫的是不是玩具店，因为这沓钞票的印刷时间居然是几十年后。丽莎认真的模样让朱棣愣了一下，然后询问他今年是哪一年。丽莎表示说今年是1962年，并反问对方认为是哪一年呢？朱棣没有回答，而是掀开了身上的衣服，上面赫然印着1984年的日期。丽莎看后瞬间秒懂，他们不仅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也来自不同的时间。这时汤姆刚好走进房间，经过询问后，他表示今年是2011年。这一结果让所有人都傻了，事情越来越说不通，难道大家遇到了灵异事件吗？此时外面的一声枪响打破沉默，仔细看是一个穿军装的士兵，这个人又会是谁呢？急忙来到外面询问情况，可对方张口讲的竟然是德语，所幸丽莎多少懂一点，然后用温柔的语气表达了友好。士兵不吃这一套，直接打晕汤姆，并将丽莎和朱棣捆了结实。等到汤姆悠然醒来，发现士兵暂时离开了木屋，联想到防空洞和眼前的德国士兵，汤姆大胆猜测此时应该是2战时期，而这片森林应该属于战火中的德国波兰。这时士兵赶了回来，然后拉着汤姆来到外面，并将其牢牢绑在了一棵树上，紧接着返回木屋开始审讯女人，试图问出他们是不是战争间谍。然而未等两个女人作答，士兵却突然变得无比激动，他一把扯掉朱棣的项链，并质问从哪里弄的。朱棣回答说是母亲的遗物。士兵听后完全不信，当场就要端枪射杀。危急时刻，丽莎大喊自己也有一个，拿来一看，果然和朱棣的一模一样。令人诡异的是，士兵随即从身上掏出了同款项链。这下好了，3个人的项链不仅一模一样，而且里面镶嵌的照片也是如出一辙。士兵说照片上的人是自己的妻子，可丽莎和朱棣为什么也会拥有呢？来到外面询问汤姆，不出意外的汤姆竟然也有。等到士兵凑近查看，已经悄悄松绑的汤姆发动了突袭，随后众人将士兵捆了结实，并在木屋内梳理起全部细节。经过所有人的口述，最终的真相很快水落石出，而这个真相也让大家惊掉下巴。原来他们竟然是来自不同时空的家人。项链上的女人是士兵的妻子，可也是丽莎的妈妈，同时是朱棣的外婆。对于汤姆来说，那就是外祖母，所以被捆绑的德国士兵是父亲，丽莎是他的女儿，朱棣是他的外孙女，而汤姆则是他的外重孙。谁也不曾想到，来自不同时空的4代人竟然诡异的同时出现。突如其来的情况让丽莎震惊，她转身离开，想要出去透气。这时的朱棣也有一些难以接受，认为这个推理根本不能成立，因为他从未想过要生孩子。汤姆说：“你不用再做狡辩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就是个不负责的母亲。” That look just like this. So you tell me, Jody. You look me in the eyes and you tell me if I'm lying. 心塞至极的朱棣来到外面寻找丽莎，试图想在她这里推翻事实。然而丽莎却说：“你的生日就是自己的预产期，而丈夫也正如你所说死在了战场上。”朱棣听后非常痛苦。随着她的讲述，丽莎也知道了未来。原来因为丈夫不在身边，她会因为生产朱棣而难产死亡。之后成为孤儿的朱棣受人欺凌，身上也因此留下很多伤疤。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，朱棣最终成为一名抢劫犯，也造就了之后汤姆悲惨的人生。不难看出，所有人的命运都是因为父母而变得不幸。这时德国士兵醒了过来，丽莎赶紧用德语将真相告知，士兵似懂非懂地表示理解，然后逃跑似的离开了木屋。随后3个人开始深度分析，大家之所以会从不同时空来到这里，一定存在着某种特殊原因。这时丽莎说父亲死于2战的一场空袭，联想到遇见的防空洞和这个2战时间段，会不会是想让他们来拯救父亲呢？这个说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，并很快得出结论，这里就是任务地点。仔细想想，只要阻止士兵死于空袭，丽莎的母亲就不会改嫁，那么朱棣也能健康成长，汤姆也自然不会成为孤儿。正在说话的功夫，朱棣手臂上的疤痕突然消失，很明显他们的计划正在凑效中。可当大家找到士兵后，士兵却坚持要去完成上级的任务。汤姆焦急地想阻止他离开，不曾想竟然和对方扭打在了一起。2个女人试图凑近拉架，但慌乱中的武器却擦枪走了火。朱棣被无意击中，倒在血泊之中，眼看着生命垂危，是活不成了。这时手臂上的疤痕又恢复如初，似乎预示着计划正在失败。汤姆说如果朱棣死了，自己也会跟着一同消失，所以他让丽莎照顾好朱棣，自己则去强制拖走士兵试一试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，汤姆很快找到了士兵。这时天空中传来阵阵轰鸣，看样子是空袭即将来临。想到无限鬼打墙的规律，于是汤姆灵机一动，反着方向追，最终在木屋前堵住了士兵。士兵见状怒火攻心，直接端起武器就要射击，然而子弹却对汤姆失去了作用，他的身体也变成了透明状。士兵气急败坏扑过去，汤姆竟然凭空的消失了。丽莎被这一幕震惊，低头一看朱棣已经死了，很显然母亲已死，
作为儿子的汤姆也会跟着消失。看到女儿和外孙都死了，丽莎发疯一样的冲向父亲，然后大喊：“如果你现在死了，你的后代就会跟着遭殃。”或许是刚才的经历唤醒了士兵，他懵懂地听从了丽莎的建议。一阵剧烈的爆炸声袭来，是敌国战机对这片森林开始了轰炸。伴随着火光四起的炸弹，士兵跟着丽莎拼命地跑向了防空洞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在最后时刻获得了安全，士兵也因此侥幸活了下来。此刻，蝴蝶效应的涟漪开始波动，并推动着命运的巨轮滚滚向前。几十年后，士兵的家族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。等到朱棣的再次睁眼，他出现在了一家超市内。不过此时的他不再是抢劫犯，而是一位端庄美丽的女子。很显然，丽莎改变了未来，从而拯救了后代人的命运。Oh, miss, you forgot these. Oh, I'm sorry. I feel so weird, like I've been here before. This place has that effect on people. 朱棣回到自家的海景大别墅，一张报纸上的新闻特别醒目。仔细看是报道外祖父显赫的一生，来到室外看望亲爱的妈妈，转身回应的正是丽莎。此时的她微笑迎接女儿。至此，本片在完美的结局中结束。讲真，第一次看时非常震撼，想不到如此小成本竟然拍出了经典桥段。至于本片所讲的意义，大概是想让我们多多关爱家人，或许因为自己的小举动就会影响后辈的发展。